大家好，看过之前影片的朋友应该已经感觉到了，从战争之前到现在，我给大家讲的投资方向、节奏、策略还有板块全部都对了。从战争谈判开始到现在，即使美股暴涨了一段时间，我还跟大家一直说上车的机会还有，半导体是重中之重。现在半个月过去了，费城半导体指数连涨17天，创下有史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。AMD、英伟达、日月光，我现在看都不敢看了啊，一睁眼就是涨。所以川普的恩情真是还不完，大家最好要祈祷川普长命百岁，千万不能出事啊！我还发现一件事，就是我们频道下方的酸民评论越来越少了，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警示信号啊！我们不能少了酸民。所以今天的影片非常重要，我研究出来一个巨大的灰犀牛事件，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出现，美股将会跌回熊市。但是大家记住，这个可能是我们最近2-3年最后一次机会，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，非常重要。先声明，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，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股票需要较大的风险承受能力。要分析接下来的布局策略，我们必须从政治开始，因为政治决定经济。现在战争基本已经定型了，对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小了，因为大家已经看明白了，不确定性越来越小。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个事情，就是未来美国将会变得越来越富有，堪比沙特。从昨天一个新闻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就是日本全程报道，第一艘载满91万桶原油的巨型油轮已经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返回到日本，航行时间只要35天，比去霍尔木兹海峡少20天左右。现在川普的策略就是封锁伊朗，封锁这霍尔木兹海峡，就这么停着。川普是想的，最好是不要开，因为这样就可以重新确立美国对石油的全球掌控，重新确立美元霸权。这就意味着任何用非美元交易石油的国家将会遭到重创。而且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开始了 economic fury 经济狂怒，接下来将会通过各种经济手段瘫痪伊朗，还有那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。聪明的投资者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啊！选股票你要选龙头，而且选投资你要选对国家，不要被那些 fake news 给骗了啊！比如说纽约时报、CNN， 按照他们的报道，现在美国都已经战败了，美国已经一片混乱了，美国都要完了。现在在 AI 时代，如果你还看不懂政治，分不清什么是 fake news， 什么是 true news 啊，那你就千万不要投资了，否则就是纯韭菜。所以整体来说，长期投资美国股票是没有问题的，本次战争只会让美国更加强大。有的朋友不相信，那也没办法啊，时间会给你答案。所以美股长期的逻辑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中短期的策略。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么史无前例的暴涨，最近连回调都没有，也是让我心惊胆战。而且很多朋友都留言问接下来该怎么办，要追涨芯片股还是结算利润卖出一部分，还要提前布局什么板块股票。我最近没有上影片，就是因为这股市涨得太好了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但是我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，可能会导致美股大幅下跌，而且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每次都会出现，而且都会下跌。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，这次下跌将会是我们未来2到3年最好的一次机会，没有之一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。在我们深挖市场机会之前，我必须提醒大家一件事，投资账号密码被盗取，比买错股票危险1万倍。尤其是在使用咖啡馆、旅馆、公司的公共 WiFi 的时候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只要打开 Surfshark VPN 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各自安全。Surfshark VPN 使用世界先进的加密演算法，一个账号全家的手机、平板、笔电数据全都可以加密，无论骇客还是网络供应商都无法窥探你的 IP 地址和浏览记录。使用公共 WiFi 操作券商账户和输入密码再也不用害怕。Surfshark VPN 还可以切换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的 IP 地址，解锁因地区限制而无法看到的线上电影、投资资讯网站，甚至享受不同国家饭店、机票、网购的优惠价。前往 surfshark.com/NicholasLive， 输入优惠码 NicholasLive 就可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。我最喜欢的功能还有 Surfshark Antivirus。诈骗集团会诱导我们下载诈骗 APP 或登入恶意网站，想要远端控制手机、笔电里账户、转走资金。Surfshark Antivirus 会立刻阻止恶意程式安装，及时保护账户安全。每月不到1杯奶茶的价格，不限设备，全家都可以使用。现在点击荧幕下方的置顶留言或资讯栏连接 surfshark.com/NicholasLive 或使用专属优惠码 NicholasLive， 立即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。赶快下载 Surfshark VPN， 让投资和上网隐私更安全。感谢大家 ，VPN 大家一定要配上，数据安全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否则一生英名啊，功亏一篑。
要判断接下来3个月到半年的市场走势，需要明白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因素会导致市场大幅下跌？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词：不确定性。2020年美股熔断的时候，就是疫情开始，大家不知道哪些企业可以活下来，所以这个不确定性非常大，股市大幅下跌。战争刚开始，大家不知道未来到底谁会赢，未来的油价到底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，也是不确定的，所以股市下跌了。而当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市场看明白了 AI 芯片股的盈利是确定的，股价就会大涨。股市涨涨跌跌，循环往复，它都是有逻辑的。当一切都确定之后，股市大涨，但是未来因为宇宙有一个熵增效应啊，它会让整个股市、整个世界进入下一轮不确定的循环。整个市场都是不安分的，它总是要找一些坏消息，然后使劲砸盘。所以从5月到将来的10月、11月，到底会出现什么不确定性？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寻找的一个答案。现在的情况就是凯文沃什要上任了，5月15日鲍威尔任期就要满了。等到沃什上任后，到底是什么政策，加息还是降息，不确定，谁也不能100%保证他一定会怎么做。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，一个巨大的灰犀牛。而且从历史上来看，每次美联储主席换届都会对美国股票造成巨大的波动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表。1979年美联储主席 Volcker 上任，上来就把利率加到了 20%，6 个月内标普500大跌 27%。1987年格林斯潘上任，6个月内遭遇了一次黑色星期一，单日标普暴跌了 22.6%，6 个月最大回撤 34%。虽然说这个和换届没有关系，是程序化交易引发的连锁崩盘，但是为什么程序会崩盘？是不是大家把这个不确定性写进了程序？再到2018年鲍威尔上任，6个月内大盘回撤 19.8%， 然后接下来是谁？就是凯文沃什。他上任会不会带崩美股？有投行比如巴克莱，他们就预测凯文沃什上任后大盘可能会回撤 16%。 16% 是什么意思啊？大盘回撤 16%， 那成长的科技股啊、芯片股，我们现在买的这些股票基本上都会跌 30%到40%， 就是这个力度。我们今年赚的钱可能都会吐回去。而从5月份开始，可能大家都会慢慢感受到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要来了。美联储的这个事情只是刚刚开始，接下来还会叠加几个巨大的不确定性，一个就是10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，还有接下来川普的关税怎么办，还有如果5月、6月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这个油价持续高位，会不会导致沃什加息，或者是通胀出现，这个怎么办？沃什上任之后，利率保持持平的可能性是高于 50% 的，降息的概率可能大约有 30%。他不太可能一上来就跟川普闹翻吧？这个我给 20% 的概率加息，这个都是猜测，也没办法，谁也看不清。未来就是一个量子物理啊，是模糊的，全部都是概率。你要投资就不能去赌啊，你要去赌哪个赚哪个赢。我们不是赌徒，我们要的是一种两边通吃、来回自如的感觉。大家要记住一件事，当加息、中期选举、通胀等等造成的不确定性，它一旦确定了，我们都知道了结果是什么样，那这个股市就会从暴跌再次暴涨，就像上次的战争一样，涨到你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涨到你买什么都涨什么。这个不是我瞎说的，这个都是在数据里的。美联储换届之后暴跌到次年的高点大约是 14%， 中期选举的反弹力度是 15% 到 40%。 自1939年以来，中期选举之后的12个月，标普500从没有出现负的回报，胜率接近 100%。因为这些不确定性，股市下跌到低点，再涨到高点，这个 47%它只是一个平均值。实际上拿出来看的话呢，最低一次反弹的力度是 14.7%， 而最高一次反弹力度是 87.1%。所以啊，接下来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个大盘啊 15% 以上的大跌，不要怕，这个将会是我们在未来1到2年一次史诗级的财富增值机会。还没有开户的朋友，赶紧用我的链接木木开户啊，大礼包。最后我要给大家再讲一下我的策略。我先声明啊，我看到了这个灰犀牛，但是我不是今天晚上马上就清仓了啊，未来是模糊的状态啊，又涨又跌的这种量子叠加态。我们的投资组合也应该是一种处于满仓和空仓之间的动态调整，两边都要下注啊，两手准备。为什么？我解释一下。首先啊，这个仓位你一定要有，
是因为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它是真的，半导体的增长需求是被财报验证的，这不是炒概念。你看这个台积电、Intel、AMD、英伟达财报就知道了，还有 GEV， 我以前也说了多少次，都涨了。还有 AI 相关的芯片制造、电力啊，这些都一定都是底仓，不能随便清仓。清仓的话，可能你就再也赶不上这次机会了。第二个，未来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到底怎么办？股市接着上涨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短期的指标，现在市场还在贪婪中，还没有到极度贪婪。从上周开始，媒体就开始大幅报道啊，这股市大涨，半导体指数17日大涨，股市新高。这时候市场可能已经进入一个热情阶段了，大部分人现在还是没有入市，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NAAIM 指数，上一集我就讲了全美投资经理人仓位情况，现在他们的仓位已经半个月内飙升到 94%， 差6个点就基本上是全仓了，马上就要加杠杆了。大家想一下，如果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些基金经理的仓位全部都满了，达到 100%， 然后101、101、102都加杠杆了，那接下来谁会来接盘？这个钱就来自散户，接下来可能会进入一种狂热的状态，散户们可能会觉得赚钱非常容易，每个人都是股神，买什么涨什么。这个疯狂的阶段到底有多久啊？不知道。牛顿也说过，我能计算天体的运行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。所以接下来我的策略就非常简单，每涨一段时间，我就卖出 1% 到 2%， 慢慢卖，直到总的现金达到 20% 到 30%， 这个是我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啊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现金可以存到木木的 Cash Plus 里面，3点多的利率。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，大家也别闲着，要仔细观察市场，看哪些股票涨得是非常好。比如说，大家未来一定要关注美国本土的芯片制造企业，比如英特尔、AMD、ARM、泰瑞达、TTMI、MU 等等的。然后再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现在涨得很厉害，但是未来它跌了之后，要不要再配一点呢？之前大家都配置英伟达，但是下次要跌的时候进行调仓，是不是要买一点 TPU 呢？比如说博通、MRVL， 还有之前没有赶上的小能源股票，有点风险，但是前景非常好的 B1、Bloom Energy， 新手之前入的 QQQ、SPY、VOO 等等的涨得非常好，你要不要晋级一点？下次大盘跌的话，要不要进阶一点，买一点 SMH 半导体指数，或者再配一点 SOXX， 也是个半导体指数，覆盖面不一样，但是都非常好。这些都要放到自选股观察，等待大盘下跌的机会。讲完这些，我要回复一些大家的留言。有一个朋友的留言非常重要，非常危险，我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。就是有朋友说现在软件股跌得这么厉害比如 Adobe、Now、CRM 等等的以前涨得非常好，现在真的是便宜要不要买？我的回答就是非常明确的，千万不要买，这个是价值陷阱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Cloud Max 或者是 ChatGPT 这些我都有，你用了就知道现在做一个软件是多么简单。 AI 革命已经来了，你有了 token， 你就可以创造出跟他们一样的软件系统，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。现在有些公司之前订阅的一些软件，一年订阅费都好几万，但是他们现在找几个员工用个 Cloud Code 也能自己设计出一个类似的账务系统发货系统都可以照样用。所以这个软件股下跌，我认为它可能将来会反弹，但是大家一定要走到正道上，就是这个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道路上，就是 AI 跟芯片还有 AI 的基建股。特斯拉也有朋友提到过，说下跌的非常心烦。我认为特斯拉还是有想象空间的，但是要经历更加持久的信仰考验。军工股现在战争结束了，可能会有点下跌，但是不用怕，未来美国会大大提高军事投入的，而且欧洲也会因为美国撤出欧洲，也会大大提高他们的军事投入。所以军工股可能反弹的会慢一点，但是它是未来战争的一个对冲板块之一。有的朋友问黄金白银怎么样，这两个我都有，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没有正式启动。长期来看，美国还是会印钱的，所以这时候下跌的话，也可以慢慢的补入，但是它反弹的时间可能会更长，你要有耐心。大家只要把握好大势，每一些板块都配置一下，将来的收益肯定是
不错的啊，这个大家要相信我。大家还有什么留言都可以写下来，我都会看，我也会根据大家的留言做一些特别的节目。我现在还没有开会员，也没有正式的聊天群，主要是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意项目在忙啊，等我忙完之后会跟大家说，到时候开通会员，给大家来一些会员直播之类的。最后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，也感谢 Surfshark 的大力支持。我们的个人数据大家一定要保护好，1个月1杯奶茶，全家都可以用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